友大家好，刚才得到消息，马拉多纳心脏病突发，年仅60岁就被上帝召唤走了。今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今年年初的时候，科比他坠机身亡。我既不是篮球迷，也不是足球迷，不过一年之内，2位世界级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去世，还是让人感慨万千。生命无常啊，大家好好珍惜。好，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话题。根据德国商报近日报道，在德国 5G 网络使用中国技术的问题上，经过2年的争论，德国联合政府已经就一项法案达成一致，也就是电信安全法 2.0， 并将其提交给最后的部门投票。根据该法案，不会一刀切地排除华为、中兴等有争议的供应商，但会有非常高的监管门槛，可能导致大量拆除中国2G、3G、4G 的元器件。而 5G 方面，中国的供应商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大家没听错， 5G 供应商中国被完全排除在外。虽然电信安全法 2.0 没有明确列出华为、中兴等名字，但是很明显，这部法律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供应商的。默克总理和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无法在决定性的地位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主要是因为德国目前这个政府是由2个大的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德国的选举制度和美国的不同，美国是赢者通吃，而德国呢是投票给党派，得票率最高的那个党派呢领衔阻隔。大联合政府内部不仅有默克尔他总理这个本党的有些议员反对使用华为技术，另一个政党是 SPD， 就是社民党，他的反对声浪更高，最后导致默克尔总理还有经济部长他们2人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其实德国也是无奈，因为弱小不得不选边站，因为来自大西洋彼岸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不得不低头。这是目前政府层面明面做的，但暗地里我估计呢，德国政府肯定给德国各电信公司它的高层下达了某种明确的指示。所以接下来我想说说德国企业层面发生的事情。企业层面在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据一位业内的中国朋友透露，他在德国工作，德国电信方面某巨头已经着手用爱立信来替换华为的事情。核心网存量的 2G、3G、4G 都会慢慢用爱立信替换华为。增量市场 5G 就完全不给华为发标，直接排除在外。也就是说 5G 核心网肯定没有华为。这是德国其中一家电信公司内部目前的情况。以此类推，我觉得德国其他电信供应商肯定也一样。5G 的核心竞争力还有核心价值，其实主要在核心网，这个和过去的 2G、3G、4G 都不同。今后网络切片、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实现的基础都在于核心网。因为涉及的面实在太广，美国是实在不能输掉这些市场给华为。如果 5G 输给中国，那未来很多方面美国就会断崖式的输给中国，所以才有了过去1-2年来美国你看使尽洪荒之力来排除华为和中兴。当然主要是排除华为，那个所谓的安全隐患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个完全是政治因素，和商业技术根本就无关。华为核心网在欧洲有10多年成功的历史，它给各电信运营商提供了成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基本上和欧洲各个电信企业的合作都非常成功。德国这几个电信企业本身他们是非常愿意采用华为核心网的，但各国的运营商都面对来自各国政府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才看见过去欧洲各国都在明的暗的纷纷提出华为。我再强调一次，不是因为华为技术不行，完全是因为大洋彼岸第一大国施加强大的压力，强迫欧洲的各个盟国必须选边站，欧洲各国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淫威而做出的决定。到此各位应该完全明白，过去西方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放手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完全是骗人的把戏，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个行政大棒就发威了。根据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如果德国电信禁止华为，将会产生至少30亿欧元的成本。本人估计这个损失可能到时会得到德国政府的补偿。那为什么美国的盟国无一例外听从美国的敦促呢？敦促这个词我用了引号。
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美国一切盟国。在我看来，有如下原因。第一点，价值观大体一致。不管近年来跨大西洋关系出现多大的裂痕，大西洋两岸毕竟还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彼此价值观非常接近。从体制上来说，是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特别现在是在东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但是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对手，也就是中国。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他们的敌人啊。同一政治体系的国家当然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第二个原因是强大的军事压力。拿德国来说，德国本身在北约内，德国自己军力非常弱小，当年处在冷战的前线，完全受北约和美国的保护。可以这么说，没有北约和美国，德国自己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即使德国已经统一了，现在近30年了，但是军事上来说，德国等同于美国的殖民地。第三个原因，在 IT、经济、科技等等方面受制于美国。我们可以看到 IT 方面所有必不可少的流行软件，哪个不是美国的？我只要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工业软件，还有民用的像 Windows 或者是图片加工软件，以及经济科技其他的方面也一样。假如美国真的全面封锁，整个德国都会瘫痪。所以盟国都离不开美国，毕竟在很多方面美国还是老大，比中国强太多了。这些盟国是被逼着选边站，实力不济，不得不从命。德国就是这样一个盟国。第四个原因，种族接近，这一点与第一点有些类似。在美国，据说在白人当中有40%的白人呢有德国血统。当年听说投票，德语差一点成了美国的官方语言，而不是英语。在目前全球领导权还有话语权几乎被美国还有欧美其他国家掌握的情况下，这种种族的天然亲近感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比如说中国与某个亚洲的国家，如果这亚洲国家与中国关系不错，他们不反中，那我们肯定呢觉得这个亚洲国家要比其他白人或是其他黑人国家更亲近，对吧？这很容易理解。那咱们来看看德国跟中国的关系。我认为啊，除了经济利益，德国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公约数。在权衡各种利弊的情况下，德国或者是其他美国的盟国目前选边站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听起来对中国来说很残酷，但是呢，咱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德国人肯定也计算过，而且也有思想准备，中国可能会对德国在中国的企业进行报复，由此可能产生多少损失，可能也计算过。德国肯定也计算过与美国决裂的成本，绝对是大于全面禁止华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可能会制裁德国企业的成本，于是呢才选择站在美国这边。这也是美国所有盟国的无奈与悲哀。欧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韩国都如此，都没有独立自主的选择能力。不是这些国家不想，而是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体量太小，决定了无法与美国抗衡，所以权衡利弊，目前只能选择跟着美国走，尽管他们可能心里呢有10000匹草泥马在奔腾。我一个在德国工作的中国网友说，他跟一位德国同事专门讨论了华为是否真的有安全问题。你猜这个德国 IT 同事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问题呢根本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美国让我们选边站，我们必须选边站，需要考虑的无非是选哪边。美国以安全为借口，那是给我们德国一个面子，一个台阶。美国就是啥理由不给，让我们欧洲选边站，我们还是不得不选边站。一个大国的国民可能不太理解那种无力感，美国的盟友最多也只能继续做二流国家，体量在那里。欧盟加起来体量其实呢跟美国差不多，但是呢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语言文化等等都不一样。其实欧盟或是欧洲就像一盘大的那散沙，大家从这次新冠病毒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是各自为政，互相拆台，加上没有意识统一的军队，也永远不会有，除非有一个大统领式的人物那样把欧洲统一起来，像秦始皇那样把语言全部统一起来，否则绝对不可能强大到能够抗衡美国或是中国，绝对不可能，我敢这样说。另外，黄祸这个说法据说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据说是19世纪末期的时候，欧美的白人殖民者他们担心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崛起而失去白人的特权，而形成一种深层的恐惧心理。
这种黄祸恐惧直到今天一直根植于白人他们的潜意识里，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何今天欧美各个国家极力抹黑中国，以及他们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成是一种威胁。虽然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他们，同时可能他们也害怕中国某一天会对他们当年干过的事情进行报复。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德国禁止华为 5G 的事情。可能有网友想知道，既然德国跟华为过不去，中国同样也可以对德国在中国的企业发难。原则上是可以，比如对德国的汽车工业建立某些非关税壁垒，这个只能是中国的智库仔细计算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对中国汽车配件的产业链可能会有多少人失业等连锁反应。意气用事肯定不可取，但一定程度的反制措施肯定是必要的。我本人认为，中国要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和对待这些东西，张开双臂，欢迎国外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带来技术，与国内的企业一起竞争，同时给予国内的企业一定程度的扶持和保护，学习人家国外的先进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中国的企业成长壮大。闭关锁国只能让国家越来越落后。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中国继续欢迎外国投资，外国资本家肯定会带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理念还有技术。中国足够大，大家不要怕，只要中国人自己不内乱，外国人肯定奈何不了你。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相信中央高层的智慧。我只是一介草民，没有拿任何政府任何政党的好处，我今天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另外有的网友说，你说华为牛逼，但美国一卡脖子，不给你芯片，不让盟国提供相机这种模块，华为立刻死。其实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全部自己生产，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分工协作，最佳利用资源以及发挥各自的长处。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厨师，难道这个厨师一定要自己养猪种菜，自己种各种调料，自己种花生榨油，还有自己去晒盐？因为这些东西缺一不可，否则他就炒不出菜。像苹果也一样啊，也拥有无数的供应商，少了几个环节，照样也不可能有苹果手机、苹果电脑。一个成功的有实力的公司，在于它资源的整合能力，而不在于它什么都能造，也不可能什么都造。比如台积电的强项就是代工芯片，对吧？他自己也造不出手机，美国也造不出手机，但是它有高级芯片，还有工业软件等价值链顶端的技术，目前全世界它最强。但是综合来说，中国肯定能够挤进全世界的前5名。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德国禁止华为 5G 这件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